靓仔，白球一靠库，还有啥准度？有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还有这样的。究其原因都是手架不对。如果在库边上用常用手架，第一，球杆与桌面夹角过大，只要打出一点点塞，就会让白球产生弧线而打不准球。第二，如果稍微用点力打角度球时，还会让白球起跳飞出台面。如果你用了正确的手架，将球杆放平一些，即使大力也不会飞出去。第三，手架距离母球太近，后手回杆的空间不够，力量就发不出来，也会影响准度。今天来教大家白球靠库的各种手架摆法。当白球与库边有点距离，但正常手架不好放，就用这个手架，翘起食指、中指和大拇指轻贴球杆，食指护住球杆。重点来了，食指是指关节轻靠球杆，并留出一点空间，这样出杆才比较顺滑。如果是这样勾着球杆是很难受的，所以我们只需要这样轻贴，不让球杆左右晃动即可。再来看一下完整的动作，熟练了以后会非常好用。当白球离库边再近一点，就用这个正常的 V 字手架，整体手架向后移动，4个手指搭在库边上，增加运杆的距离，这样出杆力量才会扎实。如果当白球完全贴库了，就要再向后移动手架，此时只有3根指头搭在库边上，小指下折绷紧手架，这样可以减少手架的晃动，让出杆更加稳定。这里要注意的是手架支点的高度，太高容易不准，太低容易滑杆，微微的抬高一点，这样击球时力量才会扎实。什么？学了没有用？靓仔，新手必学的几个台球小技巧。技巧1，黑八如果在库边没信心打进的话，我们可以留一个翻带位。这个球要翻中带的话，我们只需要用球杆做一个垂直线，量出这一段的距离，做一个对称关系。到这边这个点，用球杆跟黑球的球心连线，这个点它就是进球点。技巧2。现在剩下一个7号的死球跟一个带口的6号直接打这颗去 K 7号呢是 K 不出来的。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，打7号的偏左一点点偏左一丢丢，然后用一个高杆就能把6号打进，同时还能把7号打出来。技巧3，走位不小心走到这里以后这个球是非常难打的。我们可以缩短手架，轻轻的往前面一贴，这样子对手是很难去打这个黑球的。技巧4。剩下最后一颗黑球我们没办法进攻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选择轻轻的一个薄边带一点点左旋转。像这种黑球它是非常难防守的我们假设来防守一杆看看，如果是打的薄了的情况，你看白球跑到这里来，黑球的这个位置还是很容易去打进的。技巧5，打2号球用高杆去 K 黑球的线路被这2颗球阻挡住了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抬高后手去打2号球，这样子呢白球就可以跳过这2颗球去 K 到。技巧6，剩下最后颗黑球，这样子呢直接去打底袋容易犯规连击我们可以选择用这个杆法，瞄准在这个位置，打白球中心点偏右一丢丢的杆法，轻轻松松黑球打进。下课。靓仔，你曾经有没有突然打出一杆不可思议的球？白球画出了一道漂亮的线路。是的，这就是台球最有魅力的部分——杆法。通过击打白球上不同的点位，赋予白球各种方向的旋转。比如打在上方会产生上旋转，会向前；打在下方会产生下旋转，会向后退回。如果打在中间就没有旋转，就会定住。在不做修正的情况下，将杆头移到左侧，打出左旋转就会把母球向右挤，而打在右侧打出右旋转就会把母球向左挤。然而这些只是新手入门的短距离直线球而已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杆球的慢动作。初始击打位置是母球的下方，用小力量打，看看在长距离摩擦力的情况下，这颗球的旋转状态会如何变化。第一阶段，白球会先向后旋转，随着后旋转逐渐减弱，在第2阶段，白球开始平移，继续和摩擦力作用，在第3阶段开始向前滚动。如果在第1阶段的范围内碰到一颗笔直的球，白球就会向后退回；在第2阶段内碰到一颗笔直的球，白球就会定住。
在第3阶段碰到一颗笔直的球，白球就会向前滚动一点。如果你想在第3阶段时还想让白球能够向后退回，就必须加大力量，来延长白球后旋转所走过的距离，使它撞击到目标球时还能够有足够的后旋转。不过这就对后手发力和稳定的能力要求很高了，要不然很有可能导致打不准。杆法另外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分离角。白球和目标球存在角度的情况下，在撞击瞬间，无论你用什么旋转击打，都会先沿着进球线路的90度方向进行分离。如果你打的是后旋转，在撞击时先沿着90度的方向进行分离，之后再会产生拐弯的效果。正是这样的原理，让台球产生了千变万化、花里胡哨的各种杆法，比如高杆吸库、低杆吸库、中杆反塞、低杆大弧线。如果你也喜欢台球，双击屏幕为台球点赞。下课。像你这么打台球啊，技术一辈子都进步不了，你信不信？对吗？你这个黑球还要不要打了？9号打完以后打什么？等一下黑球打到洞口养鱼啊？那怎么办？你是不是从来没有一杆轻来过？对啊，你呢？也是啊。也是是吧？我跟你讲，轻台啊，一定要学会走位。怎么走位呢？我告诉你，有3种走位方式啊，想不想学？肯定想啊，来。这3种你学完以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整个轻台思路啊都会整体提升，轻台的几率也会提升。你刚才这个球是吧？往这里走一库，往这个方向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想走这里好打一点吧？对呀，对吧？好，万一你走小了呢？刚才不就走小了吗？然后再走大了都不好打，对不对？啊。那你如果打这个球，你带一点点低杆啊，一库往这个方向走，那我走这个点也能打，这个点都能打，对吧？好，来看一下啊。好，我走这边我不香吗？是不是？好，这个叫做走点。第二个叫做走线。我走这条线，总归还是只有这么仅仅只有这么几个点。啊，多一点少一点还是不好打。对。那我如果走线，打这里带一点点中低杆多一点，那吃一库上来，走这条线出去，那我在这里也好打，这里也好打，这里也好打，那我整条线我都可以打，是不是？来看一下，啊，带点中低杆。哇，好，我走小一点，好不好打？可以打吗？可以打吗？可以打。来，我再来一杆。再大一点点，看一下。好，再大一点，也能打吧？好 ，OK。所以说这个叫做走线。那么接下来第3个叫做走面，因为咱们还有一个黑球要打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我是不是必须得让白球走到9号球的上面，而不能走到下面？走到这边，我才可以用一个高杆去 K 一下黑球，对吧？对。好，那么。你看一下，我们有效的范围是多少啊？你看啊，到这里这条线能 K 啊，然后这一条线范围之内都能 K， 所以在这个上行区域里面都能 K。但是如果我往这个上行区域的这一块方向去走，它是不是面积比较小？啊，这一块呢大一点点，这一块呢更大。那么但是呢这一块呢有点贴库，不太好打，对吧？我们争取往中间这个方向走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的目标的面。刚刚说了啊，结合走线，是这样子一库过来，哎，好校位呢，还是这样子2库过来往这边好校位呢？肯定是2库。来看一下这个球啊，它的中杆线路是不是在这里？啊，再带一点点低杆是不是到这里？再来一点点左塞，它就一定能吃到这里啊。好，来看一下啊，只要白球一吃库，就能走到这条线的上面，就黑球就一定能 K 得出来。好，来看一下啊。好，现在黑球能不能 K？ 轻轻的一个高杆，看一下，不就 K 到洞口了吗？哎呦，好好学啊！靓仔都知道打台球是需要走位的，可为什么每次你一想走位就打不进球了？造孽！那是因为你没有提前准备力量。大部分新手会在出杆的那一刻突然想着要控制力量，结果会让小臂出杆的直度失去了方向感，导致出杆歪了。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就一定要经过部位独立训练，也就是说训练不同部位独立动作的能力。
再加上提前准备的这个步骤，就能快速进阶到走位控球的技术。首先是手架，手架支点的高度决定白球的旋转状态和旋转强弱。手架放的比较低，低杆旋转就强，向后跑的就多。手架在趴下时调整好高度后，需要微微的绷着一股力量，才不会在你出杆时松垮掉。手架的独立训练可以在平时没事的时候放着手架在旁边，做着其他的事情，比如说吃饭之类的。过一会儿如果还没有松垮掉，说明基本上已经独立了。其次是出杆方向，这个由大臂负责。有人就会问了，不是应该小臂负责吗？其实不是小臂的摆动是不是永远是朝着肩关节的方向摆动的？所以在趴下来时，球杆对准的过程，其实也就是大臂方向对准的过程。对大臂的独立训练，可以像这样找一个直球，去感知大臂的方向对准进球线。趴下去以后不用运杆，感受大臂锁定的状态，微微绷紧一点大臂的肌肉，使大臂能锁定住这个方向。连续的打几颗后，直到大臂的方向感越来越清晰，此时大臂的独立也训练的差不多了。最后就是出杆速度，这是由小臂负责的。我们可以找一颗目标球趴下去，建立3种标准力量：小力、中力、大力。每次回杆前，视线焦点都需要先锁定好进球点，同时想好一会儿要出杆的速度，再开始回杆，把想要的力量朝着眼睛的集中点去发力，直到打出来的力量大小和方向与你预想的高度一致以后，说明小臂也能独立了。接下来就是训练入位前的准备，分别是力量、击球点和方向。你需要先分析这一杆球的走位线路。第一，我们需要先想力量的总和，感受小臂的摆臂速度。第二，去想这一杆击球点的高度，也就是手架的高度，来决定杆法线路。第三，就是调整好入位的方向，也就是瞄准线路。这样一来，你再趴下去，按照想好的一步一步去执行，就能让白球想去哪就去哪。这颗球角度比较小，想走到这里，力量就要比较大。预备好力量以后，打中低杆，就能顺利走到黑球中带。这颗球角度比较大，想要走到这里，就要力量比较小，用纯低杆。同样也需要提前预备好力量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巧，可以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1个视频。